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午后，两个青年男子佐藤和健一驾驶一辆老旧的越野车，沿着崎岖的山路驶向深山中的清水村。他们是多年的挚友，喜爱冒险与露营，这次计划探索这个几乎从地图上消失的小村庄。据说清水村位于群山深处，与世隔绝，周围被浓密的森林环绕，几乎与外界断绝联系。傍晚6点，他们抵达山脚，天空中积聚的乌云越发沉重，天色迅速暗了下来。风从山谷间呼啸而过，带来一股湿冷的气息。导航仪突然开始显示无法定位，手机也失去了信号，但他们并未放在心上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只是冒险的一部分。随着越野车向山道深处驶去，雾气渐渐升起，四周变得阴森寂静，只有雨点轻轻拍打挡风玻璃的声音，仿佛无数细小的手指在轻轻敲击。山路愈发狭窄，两旁的参天大树犹如沉睡的巨人，在黑暗中静静注视着来者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健一皱眉望着窗外，那里的树影好像在微微晃动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惊扰过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头？佐藤笑了笑，满不在乎地说，别这么紧张，可能只是风。清水村应该不远了，再开一会儿就到。然而几分钟后，一道微弱的灯光突然出现在前方的浓雾之中。那是一盏古老的煤油灯，昏黄的灯火在风雨中摇晃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高举着，默默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有人在那里，佐藤兴奋地喊道，立刻加速驶向灯光。灯光缓缓移动，时而靠近，时而远离，仿佛在引导他们。雨雾中一片迷蒙，前方的灯火时隐时现，像是在不断试探着他们的行动。但随着灯光引导，他们却发现道路变得越来越陡峭，山路两侧的森林愈加阴森，浓雾几乎吞噬了一切，四周静得令人窒息，只有车轮碾过湿滑泥地的声音在回荡。不对劲，健一压低声音，指着远处，那灯光好像根本不是人拿住的，怎么可能在风雨中稳得那么诡异？佐藤愣了一下，心中也涌起一丝寒意。他猛踩油门，试图甩开那诡异的灯光，然而不管他们怎么转弯掉头，灯光总是在前方等待，仿佛在逼迫着他们前行。终于他们被引到了一个隐秘的山谷，那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石塔，满是青苔与裂缝，像是自远古时代起就存在于此。塔身上刻满了古老的符号，深邃的刻痕透露着一股不祥之气。车灯的光芒下，他们惊恐地看到石塔下竟然摆放着2具骸骨，残破的衣物依稀可见，早已被时间侵蚀得难以辨认。旁边散落着几个生锈的个人物品和一张被雨水打湿的旧照片。健一颤抖着捡起照片，看到上面是一对笑容灿烂的中年夫妇。照片背面隐约写着户田夫妇2年前下的字样。他们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对夫妇曾是新闻报道中在这片山区失踪的游客，尸体从未被找到。然而还莫等他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身后的黑暗森林中突然亮起了无数点昏黄灯光，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如同幽灵的眼睛在冷冷注视着他们。快回车里！佐藤大吼一声，两人奋力冲回车内，发动引擎疯狂逃窜。车灯划破雨夜的黑暗，但山路却仿佛在与他们作对。每一个弯道，每一个路口都将他们带回石塔所在的山谷。疲惫与恐惧几乎摧毁了他们的理智，直到最后一次，他们的车终于失控，撞向了一棵巨大的老树，玻璃碎片四溅，两人陷入昏迷。然而当健一从昏迷中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依然坐在驾驶座上，但佐藤早已不见踪影。车窗外的雨依旧在下，浓雾更加沉重，四周寂静无声。他强忍恐惧推开车门，发现车
竟然停在石塔前。石塔下那2具骸骨赫然变成了他与佐藤的模样，尸体布满青苔与泥土，残破的衣物与照片散落一地，仿佛在诉说着某种不可名状的悲剧。建一的脚步踉跄后退，心中恐惧到极点。他想逃跑，但四周的灯光越来越多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光环，将他彻底困住。来吧，悠悠的呢喃声从黑暗中响起，带着无尽的哀怨与渴望。别害怕，陪我们一起吧。建一的尖叫声在雨夜中回荡，但无人能听见。当天亮时，救援队发现了越野车的残骸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而在那座被诅咒的石塔下，2具新的骸骨静静地躺着，满是青苔与泥土，旁边摆放着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2人正是佐藤与建一，笑得无比灿烂。从那以后，深山中的旅人偶尔会在浓雾中看到一盏古老的煤油灯，缓缓飘动，带领着迷路的行人。而那些被引导过去的人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深夜的城市，霓虹灯闪烁，行人匆匆，孤寂的灵魂在人群中游荡。明美，32岁，典型的都市白领，忙碌而孤独。她没有家人，朋友寥寥，生活被工作填满。孤独对她来说已成习惯，甚至是一种安全的庇护。那个夜晚，她下班回到狭小的出租公寓，照例打开信箱，里面除了几张广告单和账单外，还多了一封厚重的信封。信封用深红色蜡封封口，上面用优雅的花体字写着“明美小姐，亲启”。她微微一愣，心中闪过一丝疑惑。她从未收到过这样的信件，与她联系的多是电子邮件和社交软体。回到屋内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质地厚实的古老邀请函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，字体优雅，内容简洁而神秘。诚挚邀请您参加独身者之夜聚会，时间本周六午夜12点，地点黑木山庄，请务必准时，切勿缺席。明美轻轻皱眉，心中困惑不已，这究竟是谁的恶作剧？然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神秘与格调却让他产生了一丝好奇。生活单调的他难得遇见这样的奇特事件，心中的疑虑被一股无法抑制的探索冲动压过。星期六的夜晚，他精心打扮，穿上一条优雅的黑色长裙，搭配一双复古高跟鞋，将头发挽成典雅的发髻。他想着，无论是谁的恶作剧，总不过是一场无伤大雅的玩笑，或许还能结识几个有趣的人。午夜时分，他打车前往邀请函上写的地址。司机一听到黑木山庄，脸色顿时变得阴沉。他迟疑地说：“小姐，您确定要去那里？那地方早就荒废了，没人敢靠近。”明美轻笑着摇头，认为这不过是当地的迷信传说，并未放在心上。车行经过蜿蜒的山路，越往深处，夜色越发浓重，连月光也被厚厚的云层遮蔽。当司机将车停在一个破败的山道入口时，连再见也莫说，迅速掉头驶离，庞父怕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缠上。他孤身一人站在昏暗的山道前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只有风穿过树梢的沙沙声与脚下碎石的轻响。山庄不远处，几盏复古的灯笼摇曳着微光，仿佛在引导着他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顺着石板路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终于，他来到黑木山庄的大门前。这是一座典雅而古老的欧式建筑，外墙满是青苔与岁月的痕迹，仿佛久未有人居住。然而，大门敞开，里面灯火辉煌，传来悠扬的古典音乐声与轻柔的谈笑声。他小心翼翼地踏入大厅，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。这里的摆设极为豪华典雅，仿佛一场穿越时空的社交舞会。绅士与淑女们穿着旧时代的礼服，优雅地谈笑风生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优雅的微笑，眼中却隐藏着无法言喻的神秘。
一名穿着笔挺燕尾服的侍者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面前，弯腰做出一个恭敬的请求手势：“欢迎光临，明美小姐，我们已恭候多时。”明美有些犹豫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宴会厅。她成了众人注视的焦点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是透着某种隐秘的期待，让她不由自主地浑身发凉。请享用今晚的盛宴，侍者声音柔和，却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威严。宴会在欢乐的气氛中展开，丰盛的晚餐，优雅的舞会，欢快的音乐，让明美渐渐放松警惕，仿佛真的置身于一场华丽的名流聚会。然而，当他无意间抬头看向墙上的画框时，心脏猛地一颤。那些华丽的相框里挂满了一幅幅精致的肖像画，每一个人的脸都熟悉无比，正是宴会中的宾客们。画像下面的姓名与日期更令他毛骨悚然，那些日期竟然全都停留在1922年。那些画像像是永远定格的遗照，而他正在和那些过去的人共处一室。明美浑身颤抖，顾不得任何礼节，转身冲向大门。然而，大厅的大门不知何时已紧紧锁闭，冰冷的门把仿佛焊死一般纹丝不动。整个房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音乐声骤然停下，所有的宾客缓缓转过头来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扭曲，露出令人窒息的冰冷表情。明美小姐，宴会还未结束，侍者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透着森然的冷意。你已成为我们的一员。绝望之中，明美疯狂地拍打大门，嘶声尖叫。然而，无论她如何挣扎，门始终无法打开。第二天早晨，当警方接到山区民众的报案时，发现荒废多年的黑木山庄大门紧闭，里面空无一人。没有人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。几个月后，一封古老的邀请函再次出现在城市中的信箱里，信封上工整地写着：诚挚邀请您参加独身者之夜聚会。宴会从未停止。那是一个冰冷刺骨的冬夜，雪花如鹅毛般漫天飞舞，掩盖了山中的一切声响。夜班站务员田中正雄是第13号山间小站的唯一值班人员。这座小站位于深山之中，偏远、荒凉，连日来的大雪已经封锁了进山的公路，整个车站如同被冰雪掩埋的孤岛。正雄习惯了这种孤独，深夜里只有老旧的收音机发出断断续续的噪音，与远处风雪拍打窗户的声音交织成一曲诡异的寒夜协奏曲。他将手插进破旧的工作服口袋里，蜷缩在值班室里的老旧靠椅上，盯着墙上的老式钟表。午夜12点，一个标志着末班车的时刻到来。然而，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根本没有列车会经过这座被遗忘的车站。正雄打了个呵欠，准备合上铁门，结束这无聊的一晚。就在他伸手去锁门的瞬间，远处的站台却突然传来清晰的脚步声。那声音在寂静的雪夜中格外清晰，仿佛有人正在雪地里徘徊，鞋底与积雪的碰撞声节奏缓慢却沉重，带着一种异样的不安感。正雄怔住了，他缓缓拉开窗帘，朝着站台望去。积雪覆盖着轨道与站台，广袤无垠的白色世界一片死寂。然而，那脚步声却没有停下，像是有人正缓步靠近。他压下心中的疑惑，拿起挂在墙上的手电筒，推开铁门，走进了寒冷刺骨的雪夜。寒风如利刃一般割过脸颊，令人难以忍受。脚下的积雪松软，留下他清晰的足迹。然而，他寻遍了整个站台，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。更诡异的是，积雪上的确有一排孤单的脚印，从站台中央延伸至铁轨深处，直至雪夜深处的黑暗中。然而，这些脚印诡异得令人毛骨悚然，它们只有前行的痕迹，没有任何返回的迹象。正雄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了。他环顾四周，夜色浓重，雪雾弥漫，四周静得仿佛世界已经停止。惊疑未退，
他的对讲机突然发出刺耳的杂音。末班车到站。那声音低沉沙哑，仿佛从老旧的留声机里传出来，带着冰冷的金属质感，让人不寒而栗。郑雄立刻抓起对讲机，颤抖着回应：“这里是第13号站台，请回复哪辆列车到站了。”对讲机里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就在此时，远处的铁轨上响起了列车的轰鸣声。郑雄转头望去，只见黑暗中亮起2道明亮的灯光，一辆古旧的列车正从雪雾中缓缓驶来。火车头满是冰霜与锈蚀，车厢的窗户昏暗模糊，几乎看不清里面的情景。郑雄呆愣在原地，这条铁路早在5年前因为一场雪崩事故而被废弃，怎么可能还有列车行驶？他猛然转身冲进值班室，打开紧急通讯设备，却发现整个系统已经彻底死机，屏幕上只剩下一片雪花般的杂讯。外头的列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，缓缓停在站台边。郑雄颤抖着推开铁门，缓缓走向那辆早已不该存在的列车。列车的车门嘎吱一声打开，从里面涌出浓重的雾气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站台上的灯光一闪一闪，昏黄而微弱，仿佛随时会熄灭。有人吗？郑雄鼓起勇气，大声喊道。回应他的是车厢深处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脚步声，那声音越来越近，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诡异韵律，仿佛某种冰冷的生命正从深处缓缓逼近。突然，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车门口，那是一个浑身湿透的男人，脸色惨白，满是寒霜与绝望。他的双眼布满血丝，死死盯着郑雄，带着无尽的哀怨与仇恨。郑雄惊恐的后退，却被湿滑的积雪绊倒，重重摔在地上。男人的嘴角突然扯出一个诡异的微笑，然后缓缓张开嘴，吐出冰冷刺耳的低语：“末班车。”随着那声音的回荡，列车的车门再次开启，里面涌出一群模糊的身影。那些身影衣衫褴褛，脸色惨白，身上挂满冰霜与腐烂的痕迹，仿佛来自另一个冰冷的世界。郑雄惊恐的大喊，转身疯狂地跑回值班室，重重关上铁门，死死将门栓扣上。然而，透过老旧的监控荧幕，他看到那些诡异的身影正缓缓逼近，将整个站台围得水泄不通。就在他慌乱无措时，对讲机再次发出沙哑的声音：“末班车已到站，请上车。”监控画面最后的影像是郑雄惊恐而绝望的脸，以及冰冷雪夜中缓缓关闭的列车车门。天亮时，救援队在第13号站台附近发现了一具冻死的尸体，那是田中正雄，死状扭曲，脸上布满难以名状的恐惧。然而，至今无人能解释，在那条早已被废弃的铁路上，为什么还有人看到一辆满载幽魂的列车在深夜的风雪中缓缓驶来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